科克勃计划暗杀泽连斯基，普京就任俄罗斯总统。白俄罗斯部署代和苏25，美国新印台司令上任。乌克兰部署防空无人艇，土耳其5代机进行2次试飞。已婚美国士兵前往俄罗斯看望女友时被捕。5月7号，乌克兰拘留了2名涉嫌参与俄罗斯暗杀总统泽连斯基的安全官员。基辅国家安全局表示，他们已经挫败了这一阴谋。乌克兰总检察长随后表示，乌克兰政府保护部队的2名上校被指控对乌克兰进行颠覆活动，以换取经济利益。目前2名上校都被指控犯有叛国罪，其中1人还被指控准备恐怖行动。其中1名嫌疑人从俄联邦安全局，也就是科克勃，收到了2架自杀式无人机相关的炸弹弹药，打算将其转移给另1名同伙进行爆炸。同时，乌克兰安全局还表示，除了挫败了暗杀泽连斯基的计划，他们还成功地阻止了一众乌克兰高官的暗杀计划，包括乌克兰安全局负责人瓦西里·马柳克和乌克兰国防情报局局长基里洛·布达诺夫。乌克兰安全局透露，科克勃特工通过网络，在能够接触到泽连斯基的军队中寻找目标。他们通过巨额金钱一步步诱惑这些人倒向俄罗斯一方，其最终目的是绑架泽连斯基，或者是直接杀死他。据报道，从俄罗斯于2022年2月开始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泽连斯基曾多次面临生命危险。2023年8月，一名来自乌克兰南部尼古拉耶夫地区的妇女因涉嫌暗杀泽连斯基的罪名而被捕。她被指控收集有关泽连斯基计划访问尼古拉耶夫的情报，以便俄罗斯计划空袭。当她试图将情报传递给俄方情报人员时，乌克兰安全局当场抓获了这名妇女。今年4月，一名波兰男子被指控协助另一起涉嫌俄罗斯暗杀泽连斯基的行动。当地检察官说，这名男子同意向俄罗斯间谍提供有关波兰东南部靠近乌克兰边境的热舒夫亚希翁卡机场的安全信息。该机场是泽连斯基出国旅行时的常用。这场阴谋同样被乌克兰有关部门揭露。该男子后来在波兰被拘留和起诉，其罪行最高可判处8年监禁。除了暗杀阴谋外，泽连斯基在前线和访问受俄罗斯轰炸的城市期间，还经历了多次来自俄罗斯的近距离打击。在今年3月份，泽连斯基访问沿海城市敖德萨期间，一枚来自俄罗斯的伊斯坎德尔弹道导弹在载有泽连斯基和希腊总理基里亚克斯·米佐塔斯基的车队附近爆炸，距离仅只有500米。当时2位领导人以及随行人员均感受到了强烈的爆炸感，并看到一团蘑菇云。这次袭击造成5人死亡，但泽连斯基和米佐塔基斯都没有受伤。大兵认为，俄罗斯越来越频繁的刺杀行动恰恰证明了当前俄军深陷战争泥潭，急于在短时间内结束俄乌战争的焦迫感。自从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继承了苏联绝大部分遗产，一直被称为世界第2大军事强国。然而，在所谓的特别军事行动中，俄罗斯动用了数十万大军，大量的使用昂贵的远程武器，在俄乌战线多个方向形成了优势人数比，火炮比例更是接近10比1。然而，即便是这样，俄军的推进速度依旧非常缓慢。一个数百人的小村子，俄军可能需要几个星期的进攻才能完全占领。而在这一期间，俄军每天都要面临着巨大的军费开支，这让俄罗斯本就薄弱的经济雪上加霜。虽然俄乌战争刺激了俄罗斯工业，导致其2023年 GDP 出现回暖，但其工业体系已经严重的偏向军事化。未来的俄罗斯在生活工业品制造上将极度依赖进口，这将让俄罗斯永久的在经济上受制于人。所以俄罗斯当局越来越焦急，希望通过刺杀这种方式提前结束俄乌战争，或者在乌克兰国内制造混乱，瓦解乌克兰人的抵抗意志。不过从现在来看他们的阴谋已经通通落败了。5月7号，弗拉基米尔·普京开始了他作为俄罗斯总统的第5个任期。在就职典礼上，普京感谢俄罗斯公民、俄罗斯历史土地的居民、特别军事行动的参与者，并呼吁俄罗斯团结起来，取得胜利。普京没有具体说明俄罗斯的这场胜利意味着什么，只是含糊地提到了俄罗斯的严重挑战。
长期以来，俄罗斯通过翻旧账的方式，将乌克兰东部包括克里米亚在内的大片领土视为俄罗斯的历史土地。普京一直声称，俄罗斯正在为乌克兰的历史土地而战，并援助希望与俄罗斯团聚的海外同胞，从而为他发动的这场战争辩护。同时，普京还声称，俄罗斯的国家和政治社会制度必须强大，必须抵制任何挑战和威胁，以确保俄罗斯的发展、统一和独立。普京补充说，他履行总统职责的能力取决于俄罗斯的团结和凝聚力，并警告俄罗斯人记住历史教训，关于内部动荡的悲惨代价。大兵认为，自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经历了长期的政治经济动荡，直到现在，俄罗斯内部的贪腐依旧十分严重，大量的寡头依旧存在，正在吸取俄罗斯民众的血液。这使得俄罗斯民众开始对俄罗斯政府失去信心。然而，俄乌战争的爆发给予了普京一个借口。普京将俄乌战争描述成阻止北约东扩，帮助乌克兰东部的俄罗斯人。普京试图将俄乌战争打造成二战时期的卫国战争，以此来吸引俄罗斯的内部矛盾，同时团结俄罗斯内部的各个势力。而就在这次普京在就职典礼上的讲话，同样是在强化这种概念。然而，无论多么华丽的粉饰，都无法改变每天俄乌前线的阵亡，也无法改变所谓的军事行动是一个国家对另一个主权国家发起的战争。白俄罗斯部署带核苏25，5月7号，在俄罗斯发出核威慑之后呢，白俄罗斯也做出了相应动作。卢卡申科在庆祝胜利日的会议上发表讲话，要求白俄罗斯军队检验其核打击能力。卢卡申科表示，在欧洲军事活动不断增加的背景下，白俄罗斯正在采取一系列措施，以充分应对局势的恶化。在庆祝胜利日的会议上，卢卡申科透露这次实验战术核武器的细节。首先，他们在白俄西北边境附近出现了大约9万人的假想敌，他们在此处进行大规模集结，而白俄只有一个加强的坦克营以及一个加强的机械化营，无法同假想敌正面对抗，只能进行侦察，以防止敌方部队渗透。同时，白俄的机械化旅和防空导弹旅进入全面战备状态。白俄和俄罗斯两国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将向导弹和航空部队运送战术核弹药，并将其装入发射器，并悬挂在飞机上。伊斯坎德尔和波罗涅兹作战战术综合体的导弹师将秘密地到达预定位置，并进行导弹打击演练，以击退可能对白俄发动的攻击。白俄空军部队将准备苏25攻击机，使用特殊弹药支援防御部队，给敌人造成不可接受的损失。苏25呢，是苏联在上世纪70年代研制的一种亚音速重型攻击机，可以携带 Kh-20M 空对地巡航导弹。该导弹配备了核弹头，射程可达600公里，当量为8000吨到300万吨。大兵认为，所谓的核测试呢，不过是普京及其盟友策划的又一场闹剧。正如大兵之前所说的，俄罗斯在试图使用非军事手段逼迫西方国家暂缓对乌克兰的援助，以图为接下来的夏季攻势铺平道路。美印太司令部换将，5月3号，美国海军上将塞缪尔·帕帕罗参加了位于夏威夷举办的就职典礼，接过了美国印太司令部的帅印。这次换将呢，是因为之前的印太司令阿奎利诺上将已经年满63岁，并且在海军服役了40年，即将退休。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朗先后上台讲话，盛赞阿奎利诺在任期间的表现，并且欢迎帕帕罗接任。小塞缪尔·约翰·帕帕罗出生于1964年，他的父亲呢是前海军陆战队队员，爷爷参加过2战。家庭的熏陶呢，让他在军事方面拥有得天独厚的天赋。23岁从大学毕业后，他就进入了海军航空军官学校，先后驾驶过 F-14、F-15 以及 F-A-18， 飞行时长高达6000多个小时，着陆超过1100次。在2009年，他被分配到艾森豪威尔号航母上，担任第7航空母舰航空联队副指挥，并在2011年成为第7航母打击群的总指挥。之后呢，他又担任过第10航母打击群指挥官、第5舰队司令、中央司令部作战总监，先后参加过美国在伊拉克、叙利亚和阿富汗的行动。截止2021年5月5号，他已晋升为美国海军4星上将，并且担任美国太平洋舰队第64任司令。2023年7月，
帕帕罗被提名连任海军上将，并任命为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然而，帕帕罗刚刚上任就出了幺蛾子，夏威夷红山油库发生了泄漏事故。该事故呢，导致海军的饮用水系统受到污染。这个饮用水系统为联合基地及周边地区近10万人提供饮用水。帕帕罗下令进行调查，结论呢是海军的培训不足和指挥失效，导致了泄漏事故。乌克兰部署防空无人机。俄罗斯国防部在5月6号发布了一段视频，视频显示呢，一架俄罗斯直升机正在追捕一艘乌克兰无人艇。这艘海军无人艇配备了2枚由热瞄准制导的空对空导弹，可能是R60或R73地空导弹。然而，这种新战术并没有成功，因为无人机没能击中俄罗斯直升机。俄罗斯直升机设法锁定了乌克兰海军无人机，并在随后的行动中将其摧毁。R60是一种短程红外制导导弹，针对最远8公里范围的敏捷目标进行了优化。它使用红外制导系统，并已经与各种苏联飞机集成，例如米格21、米格29。R73呢是一种更先进的短程导弹，它结合了自动制导系统和复杂的传感器，以实现更好的敏捷性和准确性。它的导引头具有自带的冷却系统，以提高灵敏度，使其能够以更广的角度探测目标。与 R60相比呢 ，R73导弹具有更好的机动性和更大的跟踪范围。与前代产品相比，它进行了各种改进，即使从极端的视线角度发射，它也可以准确地锁定快速机动的飞机。大兵认为，虽然乌克兰的尝试失败了，但是却开创了一种全新的战术。配备导弹的无人艇可以重新定义海上冲突的未来，提供更强的战略优势。他们能够在高风险地区独立作战，同时保持远程精确打击，这将极大地提高战争的成本和收益。这项创新技术呢，可以大大减少危险区域对载人船只的需求，能够在更加有效防御和进攻的同时保护作战人员。然而，引入这种无人机需要重新思考现有的战术。一艘不需要作战人员，同时能够进行扰乱敌方舰队、侦察和自主瞄准的无人机，将使得防御性的不对称作战成为可能。小国也可以使用这种战术，有效地捍卫其海上利益，对抗大国的大型舰队。5月7号，土耳其国防工业部长在社交媒体上宣布，我们的国家战斗机于今天早上8点46分从跑道起飞，在空中停留了14分钟，达到了1万英尺的高度。和首次试飞一样，这次卡尔战机试飞依旧有一架 F-16D 护送。我衷心祝贺为该项目做出贡献的所有公司、员工和机构人员，特别是我们的土耳其航空航天工业公司、工程师、飞行员和技术团队。卡恩战机是土耳其航空航天工业工程中心开发的国产战机，旨在2030年代取代土耳其 F-16机队。该飞机的第一个原型型号呢，于2019年亮相，与 F-22猛禽和 F-35闪电2等先进飞机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该原型机在2023年3月推出。目前呢，卡恩战机的数据多处是处于保密阶段，但是媒体预计它将达到 1.8 马赫的最高速度，达到55000英尺的最大高度。发动机由2台 F110 GE129 提供动力，提供58000磅的推力，类似于土耳其 F-16 Block 50中使用的发动机。美国士兵被俄逮捕。5月2号，一名美国士兵在俄罗斯港口城市弗拉迪沃斯托克探望女友时，因涉嫌偷窃而被捕。美国官员周一表示，这名34岁的士兵叫做戈登·布莱克，之前呢驻扎在韩国，而且处于已婚状态。这次前往俄罗斯是要看望他的一位女友。陆军发言人史密斯证实了这条消息，并表示陆军已经告诉了这名士兵的家人，美国国务院正在为这名士兵提供适当的领事支持。布莱克的这名俄罗斯女友呢，曾住在韩国。去年秋天，他和布莱克发生了感情纠纷，在那之后呢，他离开韩国，返回了俄罗斯。而这次布莱克前往俄罗斯，也并没有向其所属部队报备，同时也没有获得任何授权，因为他正处于休假期间。之前，美国国务院已经强烈建议美国公民不要前往俄罗斯旅游。布莱克在他16年的军事生涯中，曾部署到伊拉克和阿富汗，最近呢被分配到韩国汉弗莱斯营的驻韩美军第8集团军。
他在4月10号卸任，并准备前往德克萨斯州卡瓦佐斯堡永久更换驻地。在这期间呢，他前往俄罗斯并被逮捕。对此，各位有什么看法？欢迎发表在评论区。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我是大兵，我们下期再见。